可算是回来了。此趟差事多亏有李监事在。这话说回来，刘署令明知道李监事新婚燕尔，还非要指派你来跑这趟差事，采买牡丹，真是为你鸣不平啊！咱也没白跑嘛，多少，有点补贴进账。是。星儿一路顺利，没发生什么意外。李监事，李监事，走，李监事，老李啊，老李！喂，警长。哎，郎君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与郎君同去的辽属50就回来了。他没跟你说吗？哟，我被他给耽误了。他？啊，他钻小树林儿，这把我也给带进去了，就我俩被另外一只驴给耽误了。驴之常情。咱先不说驴的事儿了，夫君比计划晚回来了1天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儿？啊，那倒没有，这路上遇到收公粮的了。我要是不惦记你，也还得晚回来。对，今日客房半价，招食免费。半价。换个环境，走。哎，太贵了。不贵，我赚着钱了。哎呀，回家。招食免费，那也白费。可着我了。看这大眼睛，随谁？反正是不随你。小一个。李善德，你要干嘛？我救你们呢，我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你敢打断我的仪式？这东西是有毒的。这个是曼陀罗的花跟叶子，这个东西晒干以后烧，大家闻了会产生幻觉，这是有毒的。你们是信我，还是信这个成人？这东西我见过好多回了都。我们有病的时候闻一闻就都好了。那不是你病好了，它是有麻醉的效果，只是让你的病把你病暂时给掩盖过去了。别闻了。你这个成人怎么还会知道这么些东西？这是我专业啊。我不走了啊！我不走了。神明已经给过我启示了，神明说，这个成人，他会对咱们洞人产生改变，但是是好是坏，我得留下来观察观察。家在长安，家里可有房啊？宅子吧，宅子可不便宜啊。贷的，那就是家里没有积蓄啊。那你俸禄多少啊？贷了多少钱呢？准备打算什么时候还啊？啊，心里有没有打算呢？闺女好，闺女贴心呐。你这条件真不怎么地，但是你在我面前还算是老实。人品尚可，那其他的我也就不打算计较了。那如果你要是运成了荔枝，你是打算回长安，还是常驻高州呢？
那我肯定回长安。那不行，我们家阿童可不能随你回长安呐。这阿童他不用跟我回长安吗？我这个荔枝这事儿要办成了，圣人要吃到了鲜荔枝，那这个荔枝园就是御用荔枝园，也就没人敢来寻衅滋事，那阿童就可以留在这个荔枝园，不用跟我去长安。可是你们俩就见不着面了呀，这天各一方，这事儿他就……大吴太太，你这误会了，我呀，我心里边只有我闺女，我从来没有觊觎这个阿童姑娘，我俩是朋友，我之前我也跟她说清楚了，阿童姑娘。国色天香，国色天香，天资聪慧，是吧？对。心地善良，她自有良配嘛。哎呀，姑母，你就别给我俩牵红线了，我们真的是朋友。你还嫌我多管闲事儿了是不是啊？我不得问清楚啊！啊，那你要上当受骗怎么办？行，你要不让我问清楚，那我现在就回大屿山了，我走了。你让这个成人在这个荔枝园里头一天，我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哎，大吴，你说你是从大屿山来的？啊？大屿山是不是在岭南的北边？再往北走就是江南西道。啊？怎么了？看不起我们这穷山僻壤是吧？没有，我刚才我说话有点唐突了，大吴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。站得高，看得会更美吗？这个世界的平云山向来都是最惬意的。古人云：“人的命运便如这水滴一般，随风飘落，各有际遇。有的汇入清泉，去了贵人们的慈悲当中；有的便流入这檐下草窠。”成了草下污水。公子便似这清泉，而我便像这污水。哎呀，姑娘，咱不能这么说。我们的出身不能选择，但经过努力，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境遇。哭了？郎君误会了，不过是这山里雾气大，有些蒙了眼睛。今日郎君肯陪兰玉出来游玩，兰玉心里很是开心。郎君谈吐风雅，又肯这样宽慰于我，兰玉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若是马郎君不嫌弃，兰玉愿跟随马郎君。哪怕到长安也在所不惜。郎玉不求什么名分，只希望马郎君能怜惜。姑娘，你说这些话，你自己信吗？那你的信念感很强。如果你今天不能迷我心窍，你是不是回去没有办法交代呀？兰玉听不懂马郎君在说什么。你当然懂，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做人呐，切不可直入主题。我们对对方都不怎么了解，就直奔主题，这样不好。那我们也可以慢慢来。不，你想啊，靶子还没有立好，射箭是没有用的，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你仔细看我一眼。姑娘，你都快吐了。我对我自己十分的了解。我们之前见过几次，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，就在昨天突然间对我含情脉脉，暗送秋波，一定是做给别人看的。我今天同意跟你出来，是想让你散散心，放松一下。
不用演戏了，演戏很累的，姑娘。原来马郎君早就知道了。我只是有一点不明白，这赵长叔为什么对我的感情这么关心呢？他……哎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如果赵长叔问起，你就说看见我就想吐，实在进行不下去了。男女之事不可勉强，好吗？有劳马郎君了。荔枝转运呢，它得经过大屿山，往北进入江南西道，啊，但是这个大屿山呢，它太险峻了，走盘山道需要2天时间，所以有没有一个新路线、捷径，把这2天给我省出来，那我不也成功了吗？我就想问问您，您知不知道有这么一条道？大哥，行，你拿着玩去。你这不痴人说梦吗？那大屿山那是随便翻的。姑母，你就帮帮这一回吧。这事儿我没法帮啊，神明能帮他，可这人也不信呢。大巫，我相信我跟你是一路人。哎，你别说的好像你多了解我似的。你看，阿童确实是我朋友。是。我深知，这洞人在山里边生活不容易，缺医少药，他只要受一点伤，只能等死。你是以大巫之名，借神明之手，给他们提供了最高限度的救死扶伤。这心里边的苦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有鄙视之意，我只有钦佩。真的。成人里边，你不算最会说话的，但是你能这么理解我们洞人，这真是少见。我是诚心向您请教的。哎呀，姑母，你就帮帮他嘛。我们这个部族里面有个人，名字叫阿土，他是我们这个部族里边唯一混在高州的人。有一天，这个阿土回到山里来，他就拿着那个成人的那个笔还有纸，在那勾勾画画的。我很好奇，我就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？”他就跟我说，他以前在当猎户的时候，他发现了大屿山上面有一条隐秘的小路，如果把他勾勾画画的这些东西顺着那个小路运出岭南去，他能挣一大笔银子，以后我们部族里边就不愁吃不愁喝了。所以是真的有这样一条路？是啊，可是他突然就失踪了，这都10年了，也没有什么音信，找不着他人呢。那除了他，没有人知道这条路了吗？只有他知道。这咱们洞人，这跟成人是不打交道的，所以也不知道消息。他，李尚德，你去哪儿？哎呀，苏老，有个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？不要迫不及待，慢慢说。什么好消息？这个啊，荔枝园里边来了一个动人的大巫，大巫啊！说这个大屿岭有一条捷径可以不走盘山道，省下来2天的赶路时间。啊，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啊！但是现在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这个道在哪儿。这可不是好消息。但是有人知道。谁？一个洞人叫阿土。阿土啊，他人在哪里？你们消失10年了。然后呢？这没有然后了。那这算什么好消息？我来啊，是请您能不能动用你的关系，帮我找到这个阿土？这咱计划成了，这不就是好消息了吗？啊！
你说，阿米塔的侍女追求你，是。有意思。你说，我在长安，我能把长安的酒局拿下，如今我在岭南，我又把情场的水搅得这么浑。哎呀，身边总围绕这些莺莺燕燕，甚是烦。我看你是兴奋吧，在长安也没遇到这么好的差事啊。先生误会我了，我只是觉得我在处理感情事这一方面极具天赋，发乎情，正人君子，坐怀不乱。不过，蓝玉那个姑娘长得真挺好看的。你若是动了情，也不是不可假戏真做，也算你没白来岭南一趟。先生又误会我了。虽然蓝玉那个姑娘长得不错，但是我喜欢的人是才貌双全。好了，说正事吧。从我们目前查到的线索，当年旗津楼起火应该就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。我们查到旗津楼起火之前，兰哥的阿爷恰巧吃下了2000手海帆绸。先生的意思是，抛售这2000绸的，便是那纵火之人。不错，海帆绸的价值一大半都建立在海虎的威名之上。海虎一死，海帆绸彻底崩败，所有高价买入手的全都砸在手里了。兰哥的阿爷也赔得血本无归，出了好大一场乱子。现在有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何有光纵的火？没有。不过那2000手海帆绸是从一个叫阿土的掮客手里买的，找到他，或许就能找到当年的真相。烧死了！完了完了，那岂不是说阿土手里的大禹领路，我们找不到了？你说阿土，在10年前就被烧死了？只是耳闻，不曾目睹。绝对不可能。5年前，他还托一商人给我们部族捎东西回来呢。那你见着他本人了吗？他本人我倒是没见着，但是他托商人给他父母还送回来一些药品什么的。那他留下什么话了吗？这个倒是没有。那这商人是谁啊？不知道啊，他送的东西人就走了，就见过那一面。失踪和死亡没有太大的区别，缩短不了日程不行啊。大吴，你再想想，还有什么线索没有？线索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商人，他从来就一直盯着我，特别讨厌。我骂了他一顿，但是他给我解释，他说他是个斜眼儿。南哥，你冯叔没钱了，给我借点。借钱是需要有抵押的。你有什么呀？我跟那阿爷可是老乡了，一个念纪就才敢提当年了，是你害我们家倾家荡产，幸亏我命硬，能熬到今日。我是不想提，就是啊，可是你非得跟我来攀关系。这当年这事情不能怪我呀，这当初买那个海帆绸也说好了是风险自负，我这帮忙穿针引线，你不能总揪着海帆绸的事。那也不是你阿姨一个人赔呀，全城都赔了，兰哥。那你是不承认你有责任？兰哥，我这些年做成什么样，你都是知道。这有了上顿没下顿，这有点钱啊，这都送到你们斗鸡坊了。我这回真是过不下去，我病了。那你还来赌？
那我怎么办呢？我的钱又不够，我求求你，10年前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你们家，我命不该死。兰哥，我是你叔叔辈儿了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，兰哥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是因为你让我倾家荡产吗？好，再来一个。好，老郭来。赵长叔，怎么样？全被马桂英看穿了。你说马桂英看穿了咱们的心思？是。甭管他看没看穿，他动心了没有？没有。马桂英见了你揍还不乱？看来右将身边的人确实厉害呀，早就进行过诸多的特殊训练。那他会不会跟杭首说此事？不会。若是杭首知道我蒙骗他，他是真心追求阿米塔的话，绝不敢轻易提起此事。我再想想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便劳烦赵长叔，兰玉先告辞。过来喝点茶水吧。夫君看着有些忧思。近日，我让阿米塔的侍女兰玉去勾引马归云。按理说，兰玉姑娘姿色上乘，马归云居然坐怀不乱，这让我很是纳闷儿。我怎么感觉那人顶住了考验，夫君却沦陷了呢？夫君，你莫不是动了心，在思念那年轻貌美的女子？哎呀，都说轻易得到不会珍惜，看来我是让夫君得手太过容易了些。你说什么呢？知道什么呀？我给马归云设了一个桃花劫，他跳进去，某在长安，可就有自己的人了。看来你还是想去长安。李夫人，结识于微末，危难是一捧米，胜过富足百两金。某绝不会辜负了夫人。只是如今呀，这局势风云变幻，胡商们都开始支持历史转运的事儿了。将来的局面，如果历史转运成功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呢。老东西绝不是能托付之人，我得为自己想想后路了。或许这马归正是我们的后路。可是夫君与那马归云哪有交情啊？我一句话就说到症结处。交情都是处出来的。今日岳归云兄出来就想当面道个歉，兰玉之事是某唐突了呀。赵尚书
不用挂在心上，缘分二字本就很奇妙。哎，缘分未到吧，这个事儿就此接过。贵人兄真是善解人意。哎呀，今日春耕已毕，夏收未起。哎呀，这余训呢又不归某管，倒是突然清闲了下来，正好有机会与贵云兄浅酌一盏。哎呀，新民兄的生活是我最羡慕的，不像在长安，什么时节都有事儿干，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，12时辰不停。长安繁华呀，令多少风流才子心向往之。哎呀，其实某当年也曾得贵人赏识，有机会去长安的。只是当时已与夫人定了终身，便放弃了机会。如今偶尔午夜梦回，也会想，要是当年去了长安，又会怎样呢？新民兄是大才，贵人赏识，那是自然。只是这田亩经商皆有所涉猎，小弟不明白。某啊，是乡试解元出身哦，也曾得贵人青眼，走了这举荐之途，出来这岭南办事儿，举步维艰，屯田种过庄稼，卖过海帆绸，哎，反正什么都干，几经辗转，这才入的刺史府。哎，我听说这海帆绸在岭南风靡一时，又一夜之间让无数人倾家荡产，在当时是一桩奇闻呐。哎呀，奇闻啊！哎，真是奇闻啊！哎呀，想起来当时我还是一名掮客呢。哎，正逢这海虎要做这海帆绸，海盗出身嘛，抢劫可以，做这个就不同，所以得请人为他发行。哎，某做掮客不吹牛的，那是手眼通天，八面玲珑，没有某做不成的事儿，没有某牵不成的线儿。海虎要做海帆绸，就得请某为他代为发行，某自此就做上了这海帆绸的经办生意。好一个手眼通天，八面玲珑！这海虎找您啊，是找对人了。哎，不止某一个，找了很多个，但某是做的最好的那个，经手最多的那个。哎，这件事我在坊间也有所耳闻，但我听说这数量最多的应该是一个洞人啊。他们跟你说的是阿土吧？一个山野洞人怎么能跟某比？他不过是最后那单才超越的某嘛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突然抛了2000绸，这阿土走了天大的运道，抢下了这一单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死在七星楼那场大火里了？真是人生无常啊！阿土、白虎都死在那场大火里了，海帆绸也变成了一堆废纸，要不然某早成富豪了。当然也没有今日与贵英雄这份缘分，切不可惜。来，新民兄，人中龙凤，不会久居人下。你放心，等我回了长安，我替您举荐一二，您的才华不会埋没在岭南。哎，不要搞阴谋。我现在跟着何刺史办事儿，心里很满足，没别的想法。贵英兄有识才之士举荐，某应当厚报。7朗即日，远近奔波，劳心劳力，都有些消瘦了。哼，操劳有什么用？这死去经年的人又怎能活过来？找来找去，找到一个死人，唯一的线索又断了。哎呀，平安，
哎，又得你出马了。怎么了？又？你啊，你帮我在岭南找个人。找谁？有个洞人叫阿土，找这人。大庾岭的阿土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找何有光贪墨的证据，正好跟这个人有关系。那这也太巧了。找着没啊？找着了。这在哪儿？死了，烧死了。他什么时候烧死的？10年前就烧死了。那你这消息过时了。他没死。此人大火中死里逃生，却要躲起来，定是知道了什么会被人灭口的秘密。这下有意思了。我们在找他，李善德也在找他。看来这一子才是关键所在。先生，我想提个建议。洗耳恭听。我们能不能聊点别的？我们得张弛有度。好，你想聊什么？我这个人嘴又笨，我不知道想聊些什么，不能被问。有很多可以聊的呀。比如琴棋书画，比如诗词歌赋，又比如花前月下。高，出去。次郎，我就没进去。我。我们不聊花钱，我们只聊月下。你看，但是，等你办完此事再说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让骆驼去查一下那个显眼商人的消息的。不是，你看你自己一个人下棋多。哎，修贤弟，赵掌书，找我何事？此前蒙赵掌书牵线，买到了上好的瓷器跟茶叶，此番特来表示感谢。坐。哎，不算什么。哎，这是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，赵掌书可莫推辞。修贤弟交友甚广，就是梅某牵线，也一样找到合适的货源。某部做掮客很多年了，又在按掮客的规矩分水抽润，不合适。哎，赵掌书既帮我省下了找掮客的花费，又帮我省下了时间。时间于我们商人来说，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赵掌书不收，便是看不起玉帝。如此便却之不恭了。修贤弟还有何事？不妨一并说出来。果真逃不过赵掌书慧眼。商会换届在即，这行首之位悬而未决，还烦请赵掌书向何刺史举荐小弟。这事儿啊，这个事儿真是不好办。成与不成，云川都念着赵掌书的恩情，还望赵掌书极力促成此事。我愿分润麾下商队30%纯利与赵掌书。这是契书。契书不急啊，某先办办看。好，办办看。
郑郎上次所说的斜眼商人名叫斜眼风，经查他和斗鸡坊的兰哥颇有渊源，但这斗鸡坊人多眼杂，我孔浪方不便露面，所以有劳郎君再去斗鸡坊进一步打探。可是这斗鸡坊是何有光经常去的地方，我去那儿找他，方便吗？郎君此次发现了找到阿土的关键人物，先生颇感欣慰。先生说，郎君的才干绝不止于酒桌，更是大赞郎君聪慧机敏，懂得从其他处着手盘活棋局，让先生特别欣赏。先生真是这么说的。七郎，何刺史可是这儿的常客，咱们若是遇到了他，可怎么办？别念叨，这种事儿不经念叨，否则怕什么就来什么。外狗儿多嘴，七郎不怕，七郎聪慧机敏，更能盘活棋局。魏元兄，哎呀，何刺史，我来找您啊。你找我？找我？你往外走。我看见你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我给你买了一个东西，忘拿了，我去拿一下。哎呦，兄弟，咱哥俩之间有这份心就可以了，没那么重要。找我干什么？情关的事儿。哦，说说。我对阿米塔有些赞赏，就走动的频繁了一些。没想到我的魅力反射到了蓝玉身上，都是何刺史的人，我现在不好处理这种三角关系。有什么不好处理的？这正说明桂云兄你呀，魅力四射，哎呦，欲火中烧啊，好事儿啊！我要是你啊，我选蓝玉。哎，为何呢？你看呀，这个讨老婆你得讨一个爱女呀。就我那一女，我太了解她了，从小就脾气暴躁，而且会一身功夫，最大的爱好就是打人，见谁打谁。你哪受得了啊？蓝玉姑娘不一样，温柔体贴，而且对言听计从。我就这么问你，你说你这一辈子，你是想天天挨揍啊，你还是想天天享清福啊？自然是享清福啊，这就对了嘛。蓝玉，你今天来巧了，你等我一下。蓝哥，蓝哥，蓝哥，哎，过来，过来。老豆，桂云兄。桂云兄，蓝哥，帮我挑一只特别强的战斗机，让桂云兄玩一把，好吧？记得我账上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也玩去，玩一次，哎呀，好玩啊！何刺史慢走。蓝哥，借一步说话。请。我想跟蓝哥找一个人。何刺史吗？是你认识的一个人，叫斜眼逢。我想通过斜眼逢打探一个买卖过海帆绸的掮客。海帆绸。对。当年这个掮客突然倒手2000绸的海帆绸，你要知道，在当时海帆绸，谁要是拥有了，躺着就可以赚钱。如果不是有人提前知道海虎要出事儿，根本不可能卖海帆绸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听到的意思。桂英兄，你是何刺史的朋友，此事不找何刺史来帮忙，却找到我来帮，这有何用？我从长安远道而来，不是为了交朋友，是想弄清楚一些事情。这个事儿我找你，我觉得你会比何刺史更伤心。
为什么？因为当年这个掮客把这2000绸卖给的人是你阿言。你不想知道这背后真正的卖家是谁吗？你要这个找谢天凤打听的人叫什么名字？我虽在岭南的枝头，却红透了天。仙气儿飘到了长安，让人发癫。是谁为我磨破了鞋，终日奔波不得闲？只为讨个好果子吃，都想尝尝鲜。这一路山川湖海，我在梦里颠。听不完尔虞我诈，荒诞的周旋。我也想看红瓦金砖，繁华人世间，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面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本岭南逍遥仙，只与天地共婵娟。众人追捧无处眠，看尽人间多。逍遥仙，为愿归，临梦一帘，才平息风雨月闲。从此逍遥行自谦。一点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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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点。我本岭南逍遥仙，青山绿枝荡秋千。一朝长安来相见，踏上这命运的巅。